我们的国发会主委今天已经确定了 ，NVIDIA 的这个海外总部确定已经落脚在台北，看起来地点已经选好了。那 NVIDIA 来不止哦 ，AMD 也来了。AMD 也赶快过来说，他要在台南的沙仑做了一个 AMD 的研发中心。那之前不是讲吗？一直争取 NVIDIA 到了高雄去啊，没有关系。虽然总部没有在台北，但是亚洲的研发中心我就放在港湾区里面的这个所谓的鸿海大楼里面，代表它的真的在美国以外最重要的海外总部、最重要的研发中心，居然都跟在台湾。没错，它不止在台湾，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是，他今天又马不停蹄的来到台湾。马不停蹄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也没有张扬，也没有公开活动，马上干嘛？马上就跟鸿海、广达、英业达、伟创、伟影这几家公司，马上跟供应链谈话，马上跟供应链开会，马上要稳住我的供应链。为什么这样子？你特别告诉我们这条新闻，这个 Bloomberg 的这个新闻非常重要是。全球人工智慧1.3兆美元的未来，谁胜谁负是取决于台湾。没错，今天黄仁勋来到台湾，他没有坐他的专机，他是坐一般的航班来到台湾。为什么呢？因为他呢把他家人送回去之后，赶快坐一个飞机，赶快来。那为什么？因为他赶着来，赶着来。为什么？第一个当然是来参加他们的尾牙，再是什么？因为今年的所有的出货，他要赶快搞定，因为 AI 的商机一刻都不能够等。而且他来台湾之后，就可以把今年的 AI 订单完全讲好了。你要晶片，台湾有晶片；你要什么散热，台湾有散热；你要这个所谓 AI server，台湾什么都有。所以你说我现在的问题不在我的需求，是而在我的供应量。没错，我的供应量取决什么？取决鸿海、广达、英业达、伟创、伟影。对，那别人不行吗？而且中国可以做，但是问题是中国这一次呢被排除在所有的 AI 供应链之外。说除了台湾只有中国，对，在中国不能做，只剩下台湾了。目前为止，全世界只有2个地方能够完整的供应链，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台湾。但是呢，台湾又比中国更完整，因为台湾还有台积电在这个地方，所以台湾是最好的。但因为中国已经被排除，所以不可能有其他厂商，所以台湾是只有一家，别无分号。所以很简单，你看 Bloomberg 讲得非常清楚啊。全球人工智慧1.3兆的未来日益取决于台湾啊，其实都是取决于台湾。就台湾的5家厂商，鸿海、广达、英业达、伟创、伟影，这5家厂商就已经决定了未来所有 AI 产业的发展的重镇。而且 Bloomberg 讲说，台湾是 AI 相关软体，我们是一站式服务，对，我们什么都有。他说，虽然地缘风险仍然存在，大家还会惊的，他说没有办法，因为整个技术的生产生态系已经不是以中国为主了，对，中国已经不是 AI 的世界工厂，而是以台湾为中心，就是这样嘛。所以为什么辉达的黄仁勋要来台湾嘛？你看现在海外总部已经可能设在台北嘛。那另外一个研发中心在这个高雄，他在台湾还要建2座这个所谓 AI 的这个巨型的这个资料库，所以呢，他把台湾放为重镇。AMD 也是一样，苏姿丰也是一样这样的状况啊。全世界我跟你讲。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实上现在连韩国人要创业 AI， 他都来台湾韩国也来。对，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看这事实上这几天的一个报道，这天一个报道里面来说，有一个 AI 公司叫 Rebellions 这个公司。那这个公司来说啊，宝姐知道，他的创办人是这一位先生郑宇熙。那郑宇熙来说，你看他其实是个韩国人他开始在做这个 AI 这个伙伴的时候，他就说，我在找亚洲的国家，那包括他的祖国韩国，当然最后选了台湾，因为什么？因为台湾有无与伦比的人才、成本还有效率的优势。台湾很小，但是什么都进展得很快。他是哈佛毕业的一个高材生，这就是他的产业。对，他准备要发展这个 IC 产业，结果没想到他落脚在台湾。好，还有另外一个这个 Rodrigo Liang， 他是美国，他是 AI 公司叫 Sembanova， 他是可以设计出类似挑战辉达公司的晶片。就没想到，这里面有什么 Google 有投资他，然后软体银行有投资他。贝莱德、Intel 还有中国的这个华登国际、新加坡淡马锡，全部都入股这家公司。结果他来什么地方？他来台湾，他也来台湾。全世界正处于 AI 引领的时刻，那许多公司持续来到台湾，寻求这些技术，所以他要请台积电来代工。所以全世界现在我们不要说大公司，辉达、那个微软那些东西都来台湾寻找之外，现在一些小公司也开始诞生在台湾，所以我才跟你说。辉达来台湾是引领全世界一个投资 AI 的这个风潮。好，导播，我们来看到 Bloomberg 做的这个图，你在作为一个台湾人，你感受的非常的一个强烈。他说，等于说我们这是外销这个中国的外销，等于说今天包括 AI 硬体的外销对，没错。你看没有？2019年中国台湾，中国2020年中国台湾，2021年中国台湾，2022年中国台湾，你发现台湾其实非常微量的增加，结果发现到了2023年，台湾追上了。2024年，我们的 AI 软体已经大幅的领先中国，而且我们是把
我们现在已经是中国的2倍了。对，没错，这是 AI 这个Bloomberg 他做了一个 AI 全球出货的这个比重，大家可以直接来看。2019年的时候，你看中国这么长，台湾这么短，这个2020、21、22都是一样。但从23年开始 ，AI 开始爆发，而且美国开始要压制中国的时候，你看中国的产值是开始往下降哦，那台湾开始往上升。那在这一年来说，台湾跟中国完成黄金交叉。但在去年的时候，宝姐那中国在进一步的下滑，台湾在往上升，所以台湾目前为止已经是来到了600亿美金，那中国只有240亿美金，差距越拉越大。台湾已经是中国2倍。我跟他讲，之后呢，中国会一直往下降，一直往下降，然后台湾也会一直往上升，这个差距会越拉越大。而且说为什么大家来台湾，是因为我们居然是有 AI 相关硬体的一站式服务，对，你要什么都有。对，我就讲嘛，台湾如果说你要做什么机柜来说，台湾有非常多像川湖啊，很多公司；你要这个滑轨，台湾也很多公司；你要散热，台湾也很多公司；你要电源，有台达电等等。所以很简单，你要做这个机柜，从一开始的这个 AI 组这个晶片，台积电做好给你，你可以完全都在台湾做，都没有问题啊。所以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这些厂商会到台湾来？因为台湾真的是完全一站式供应链，你要做什么款式什么，你都可以特别定做。所以现在呢，微软啦，然后 Google 啦、Meta 啦，事实上他们现在都在台湾找台湾的合作伙伴。好，刚才讲的也难怪现在我们的航空业会那么转好，是因为我们在生产力我们要到全世界。所以你说，原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再回来看，没错 ，NVIDIA 在台北设这个海外总部，今天我在高雄做研发中心，我连 AMD 都来了。你说这个东西台湾会迎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是因为我们要讲孙正义这2年曾经讲过说。当时比尔盖茨曾经讲，我希望每个人桌上都有一个个人电脑。对。后来我们看到的讲，不是说我希望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所谓的智慧型的手机。是。现在未来你都会有一个，每一个人旁边都会有一个 AI 的机器。没错。现在这个 AI 的机器是跟台湾完全绑在一起。宝姐，你知道 AI 对台湾影响多大吗？台湾去年我们税收是超增哦，又超增。为什么超增呢？因为很简单，因为台湾的营业税。台湾的公司税、台湾个人所得税全部创新高，为什么？因为 AI 的产值，你知道 AI 产值600亿，你光是600亿美金，你光是这些的营业税，你抽个5%，都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你就知道说，其实 AI 真的完全扭转了台湾整个营运的这个风貌。而且你说现在大家都要抓住台厂，对，因为现在不是只有黄仁勋在做机器人，现在我们刚刚讲的 Meta 也在做机器人，你现在看苹果也在做机器人。如果我现在要做这个所有的 AI 相关产品，我干嘛？我都需要台湾的供应链，所以这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我今天参加 CES 展了以后，我赶快把小孩、老婆送回家，送回家以后，我就马不停蹄、风尘仆仆的直接碰到台湾，对，直接飞到台湾以后，马上跟台湾的供应商见面。对，没错。实际上，他这一次来台湾最重要谈两个，一个是 GB200的伺服器，还有 GB300 都有了，都要有了，还有下一代的规划。他今年来到了，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这2个东西啊，全世界 AI run 不起来，所以不是只有黄仁勋很在意，连 Meta、Google 他们都很在意。你这波做出来，我岂不要让这个 run AI 啊？所以呢，他这一次会来见什么？鸿海、广达、华硕、微星、技嘉等等都要来见。所以好，那么多公司来说话，你看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产业非常重要，就是 AI 的这个机器人产业。你看，连我们台湾的这个童子研就说什么？他说无人机上具备的什么感测器啦、无线通讯、马达，还有 AI 软体技术感测等等，而且这些我们台湾全部都有。也就是说，不是只有 AI 伺服器。在未来的机器人产业，在未来的无人机产业，在未来的自驾车产业，台湾全部都能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看到了魏哲家讲的，对，现在全世界谈的什么？全世界谈机器人，对，谈无人机，未来是自驾，对，都在里面了，都在台湾。所以你要知道，事实上台湾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好，那我们讲啊，你说这个到底有没有谁接到订单？我跟他讲一个公司叫大立光，大立光又活了。而且大立光我们听到说，他的老板很保守，他一向都讲了非常多，可能有10分，他才讲5分。他最近讲什么？最近大家有点觉得说，大立光不一样，为什么？他现在说他接到2个客户，2个客户来说的话，有出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镜头，他出了，他是说大立光，对。他说他自己说了，他自己说我有2个客户，2个主要客户。那么大立光他的康转不一样嘛，他合作伙伴都是国际一线厂商，所以这2个厂商是非常重要。然后就说呢，人形机器人跟机器视觉呢，用在5P 为主。5P 来说大概是这样子，现在就5片的光学镜头，就约莫是这个。现在手机其实可以做到7P，他说其实价格来说的话会比较好。而且你要说没有那么精密啊，但是他要求什么？他要求防撞，因为那机器人可能会撞来撞去嘛，还有夜视的功能。他说已经跟很多家客户互相合作，所以就说呢，大立光的说法是说，已经有很多家厂商要来做他们的机器人了。我不懂是
那我手机的眼睛这个镜头，对没有夜视功能吗？对我一定要特别做一个防撞跟夜视功能，对来专门符合机器人的发展吗。因为我们手机要很薄的时候呢，你如果要什么夜视功能啦，要什么功能，你要用其他的灯光来照。但它这种所谓5P 来说的话，它可以做的比较厚一点点，做厚一点点里面，它可以加入其他的功能，夜视的功能，还有防撞的功能。所以呢，这其实单价反而可以拉升。虽然它现在已经开始说了，你看现在从大立光，它以前都讲手机镜头，一直讲，它现在不讲手机镜头。它有2个主要的机器人，而且重点在哪？为什么大家会注意到这件事情？大家为什么会眼睛一亮？对，因为大立光公布2024年全年税后纯利，它是年增，注意哦，年增44.75%，对，所以也就是说，你看，连同大立光未来都准备把它的发展方向，从手机转往这个机器人，你就知道说整个世代是完全不一样。大立光这么具有指标性，那你看台积电那些厂商全部都在往这边走，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就讲。为什么今年真的是 AI 的一个年呢？宝杰，你知道，事实上今年呢，原本大家都认为说，全世界的今年的半导体的应该会衰减，投资今年会衰减95亿。你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全世界的厂商 Intel 的这个投资规模减少，然后三星也大概是减少20亿美金，然后包括说像这个英飞凌等等也要减少在29亿美金，大家都在减少投资，只有台湾增加，对，只有台湾的 AI 产业。你知道，今年台积电礼拜4准备要进行法说会嘛？去年台积电大概投资300亿美金左右在盖厂，那今年大家预估多少吗？预估是380亿到400亿之间。也就是说，你看成长幅度是全世界都在衰退的时候，台湾在独一成长，所以全世界都在往下跌，对，没错，只有台湾往上升。对，而且台湾这几年来说，外资，我们要过去一段时间，台湾的外资投资都非常少，但去年开始，很多外资的投资开始源源不绝的进入台湾，所以才说嘛，事实上一个 AI 产业已经完全改变了全世界。还有另外一个。宝杰这几天的时候 ，OpenAI 公司它出了一个报告，就是什么？这个 AI in America 的这个报告。那这个报告里面来说，它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未来在晶片、数据还有能源、人才是 AI 一定能够获胜的关键，而且我们要打败中国。他特别指明了他这未来的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他们的主要的对手。OpenAI 都这样讲了，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现在连民间企业都把中国视为是一个主要对手，你就知道说，美国政府的立场绝对会是把中国 AI 产业打到死里面去，绝对不可能让有任何发展的空间。好，对，吴董，我特别注意到，刚刚在我四中这分享 Bloomberg 的这个新闻要特别注意，是刚刚讲的，没有想到台湾已经发展了 AI 一站式的这个所有的供应链，一站式供应链以前是谁做的？以前是中国努力发展的，中国努力要做出来的，看到没有？2019年、2022年，中国都是遥遥领先台湾的。可是到了2023年、2024年，整个翻转。202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赢了1倍。现在很重要的是，我一方面压制中国，而且今天我们讲的，拜登更清楚了，所有的 AI 的零件，所有的东西，我完全禁绝。那禁绝了以后，想跟台湾有什么关系？真的只能到台湾吗？对，现在拜登的最后的法令呢，它有120天的这个120天期限，大家讨论的哈。那总共把全世界分成大3类了。那第一类是台湾，是非常友善的，是都可以买卖啦、合作都可以。那第3类是中国跟苏联，一片都不能进去，通通都不可以，是吧？大概是这样讲，就是它因此非常有效的封杀、延迟了这些所谓的第3类国家的进步。好，大概第一点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然后第二点，我看到这个鸿海董事长刘扬伟啊，在这个在天下的论坛做了一个演讲啊。对。他演讲里面，我观察到他演讲很多，观察2个关键数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他发现2024年啊，全世界的这个所谓的就半导体的硬体的总产值啊，销售量是6270亿美金啊。台湾占多少？你知道吗？台湾占27%。全世界第一嘛，对，没有话讲嘛，当然是27%，全球6270亿，好，这是2024年去年，然后呢，这软体部分啊，这讲硬体部分嘛，对不对？然后软体部分去年的产值多少你知道吗？2兆美金，然后台湾占多少你知道吗？多少？不到1%，不到1%。这代表这从坏处看说台湾很烂嘛，对不对？做得很烂。从好处看来讲的话，硬体在我们手上啊，黄仁勋现在做什么？做软体，这是软体嘛？总部在哪里？在台湾。他在台湾的嘛，所以就是台湾的。所以你才说为什么他今天在台湾设一个海外总部对我们来这么重要？也为什么今天刚刚讲这个郑宇熙或者这个罗里格那个梁，他们都来台湾，因为他们来了，台湾的软体就有机会了。对，台湾的软体，我先问你 ，AI 的软体要怎么设计啊
AI 的软体的设计不是在办公室拿个电脑设计，它是要靠什么？它是要靠算力呀、它是要靠你数据中心，你要靠你的 server 一大堆，一台 server 是1亿多台币、对。你一般的小型软体上不能做啊？因为是重点在哪里？它有平台啊，它在高雄 NVIDIA 的亚洲研发中心就是一个算力，就是一个超级电脑。而且如果你今天在台湾，你才有机会到高雄，利用它的亚洲研发中心的超级电脑，你才可以让你的软体更精准。对，同样的就是说，鸿海也有超级电脑、对，和他们不是讲它还有发展量子电脑，所以这为什么？这就是刘扬伟在公开演讲告诉大家说，台湾是有一个富爸爸，我们现在等的是创立什么？我们带出一大堆富儿子出来，富女儿出来，因为我们有大型的制造能力，那我们就会变成了最大的、最超级的算力中心嘛。那我们有算力的话，才有可能发展 AI 的软体嘛。这就是逻辑是这样推理出来。所以那目前来讲的话，目前2兆美金。我们只占不到1%。对，那我们如果这方面随便再提升一下的话，现在很简单了。如果说你要做像鸿海，如果要做这个自动自驾的话，自动驾驶的话，他现在做电动车嘛，他要发展自驾。那自驾现在全世界发展最好是哪一家？马斯克嘛，马斯克做的最好嘛，都是美国的软体嘛，那个不会在大陆用的，你放心啦。他们有很多的机密的东西。那就在台湾来讲的话，就有这个最好的机会啦。对，台湾的软体因为有基于台湾的硬体的基础，因为我们硬体可以提供我们的算力做基础来做研发的话，你看看你刚刚讲的嘛，这个黄仁勋已经来了嘛，对，那其他家会不会来？会来吗？通通会来啊，一定会来啊。所以我们整个软体能量会不会带动嘛？对。但这些都是大型的软体了，尤其他现在已经讲到了，他 ChatGPT 时代已经来临了。什么 ChatGPT 是什么？所以 ChatGPT 是什么时代？就是大型语言平台。什么意思？就我们过去讲的东西，它是音转文，现在讲话可以变成一个文章。对。再来是音转什么？图已经没问题了。再来是什么？音转什么？影片啊！我嘴巴讲一讲，啪就画张图出来了。这就是电脑的力量出来了。然后所有你的机械人的这些操作。它通通都可以用很快速的用这种大型语言平台来做基础来设计的软体的话，这个东西如果它已经来的话，就表示将来这一部分的软硬体的生产制造设计能力的话，台湾有可能在步这个世界的这个前茅之列。好，玉峰刚才讲的。现在等于说，群雄并起。之前不是讲嘛，在做机器人的时候，伊隆马斯克在做机器人，你看到黄仁勋也在做机器人，现在搞了半天不是，之前不是讲嘛，魏哲家讲，我这2天跟这个所谓的最有钱的人就是伊隆马斯克，他说他最在乎的地方就是多功能的机器人。刚刚讲，现在不是苹果也在做机器人，现在 Meta 也在做机器人，现在机器人，连中国也在拼机器人。对，现在来讲的话，所有的科技巨头都把资源、把钱、把研究的预算都丢在机器人这边的话，这个是谁？黄仁勋说 AI 的本质就是机器人。台积电西魏说前几天跟全世界最有钱的家伙聊天，他跟我说多功能的机器人是他要努力的方向。他说全世界最有钱的是谁？就是伊隆马斯克。伊隆马斯克他在做了这一个特斯拉之后呢，他发现一件事情。每个家户大概你家里至少就是1台或者是2台电动车，可是他说机器人不只是1台或2台，可能是3台或是5台。好，那我们看到现在 OpenAI 也在做，对，现在苹果也在做，现在 Meta 也在做，而且他讲的，你可以浇花，你可以煮咖啡，你可以做，更重要的是。它居然还有战争的功能。对，在过去来讲的话 ，OpenAI 其实它做的是软体，然后呢，它也跟其他的厂商做硬体软商合作。可是呢 ，OpenAI 现在来讲说，我要拿重金做什么呢？做机器人的硬体，因为他知道说软体才是灵魂。当我有灵魂、有硬体之后，我就可以做出来。这是什么画面？这是一个 real time， 他们即时的，他们来做这个机器人。然后这个机器人呢，竟然是可以用跟那个来福步枪一起结合，你知道吗？他手上拿的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即时帮你打到他手上的气球，而不打到人类。而且呢，他竟然是可以用即时的方式，我告诉你现在要怎么打，甚至呢，我同时之间呢告诉你说，你在战场上面，我只要看到哪里打到哪里，对，你甚至有什么状况。所以我刚刚那个黄色的气球就是我的靶子，对，我的靶子不管怎么移动，我都会追踪上，都会盯着它。没错，而且它可以设定每25度来开枪。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你知道吗 ？OpenAI 以前是一个公益的团体，它现在来讲的话，它开出来的一个价钱，薪资是多少钱？36万到44万元，而且给这些工程师
系统工程师、机器人的 AI 工程师一个股票。你想想看，如果他以后变成有拿到股票，然后丢到市场上面的话，这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机会。我光薪水就是1000万年薪，对你还可以分股票，而且是 Open AI 的股票。好，另外来讲的话，苹果也丢出它最新的机器人的一个测试。苹果也有机器人。苹果最可怕的事情是，为什么他们丢出机器人的设置，大家会觉得很可怕？因为它之前就有在设计自己的晶片。你 Make 里面来讲的 M1、M2、M3 的晶片，它拿出来之后呢，没有人打得赢他们，而他们丢出来的这个东西的话，是可以把一个所有的感知器用大量的方式聚集在他的手上，因此呢，它可以去感应到说，如果我今天要拿东西的话，旁边有人或是有东西，我就可以绕过去。最可怕的是它来倒水，倒水的画面大家一定要看一下，你知道吗？你每个人早上来起来倒一杯水，你会觉得很简单，可是对机器人来讲，这是很难的，这是很细微的，因为你去倒水的时候，你还要设计一件事，还要计算一个事情，水会不会倒出去？如果呢，像它这个画面，我再播一次，它倒水的时候发现水有点溢出来的时候，它还可以继续往后拉，让它确保水在一个杯子里面的话，那就表示它的精密计算已经没问题了。而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以后就有机会进到人的家庭里面。你以后你倒咖啡倒水的话，我不用自己来了。马克·佐伯格现在在修理库克说，在这个贾博士过世之后，你根本没有像样的产品出来。然后苹果就把它的机器人公布出来了，对，就把它给丢出来了。所以呢，以后苹果来讲的话，不可小觑。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中国，中国已经被美国打到你的先进的那个晶片都没有了。对，竟然他们简单的做一个事情，什么东西呢？人家是在遛狗，他们是把机器人拿到马路上面，然后呢就这样走路。这个画面走出去之后呢，所有的人都惊讶。你不是没有先进的晶片吗？你怎么有办法来做机器人？而且呢，有一个这个 AI 的科学家，他专门来研究机器人。他说这个东西如果不是 Sora 是什么 ？Sora 就是说我嘴巴讲做出影片，如果不是 Sora 来生成的话，如果这是真实的影片，那太厉害了。宝杰哥，你看他这样子走路来说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做人形机器人？因为人形机器人是未来最有生产力的，而最难突破就是你走路的姿势。你一个人，你知道吗？2只手、2只脚要这样走是没有那么简单的。因为他讲说这个东西非常难之处，它叫做长途实验。对，什么叫长途实验？是我让你走很多的路，你走很多路，你有阶梯，你有斜坡，你有各种不同的地形，甚至你有不同的地面。它居然都可以适应，对，而且呢，他们非常的凡尔赛，因为他们说呢，我们公司在楼上嘛，太小了，所以呢，我们就下来广场走一走来测试一下。他也知道说这影片播出去之后呢，大家会非常的惊讶。除了这一种他走路之外呢，他竟然可以做深蹲。深蹲的话是一个核心力量，而且跟脚步的一个轮转，你要把它做得非常的仔细。那除了可以做深蹲以外，又可以做浮力挺身，所以大家就在想说，其实中国到底是怎么绕过美国的制裁，有办法做到这个东西？原来呢，难怪美国要全力压制，你只要给他一点缝隙，他就会钻出来。当他没办法拿到比较新建的芯片的时候呢 ，NVIDIA 跟 Intel 的双处理器就来控制它。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他们的产量已经要慢慢的开出来了。你知道吗？在现在来讲的话，智源机器人成立于2023年，是上海去年最受追捧的科技公司。现在来讲，它已经达到独角兽等级，10亿美金等级什么？就是 billions， 就10亿美金，他竟然做到了。而做到的情况之下呢，你知道吗？他现在来讲要跟伊隆马斯克的机器人来拼了。每个人的手掌有27个这个灵活度，好，这个自由度27个，人类是有27个，这很难突破的。那 Elon Musk 呢有22个，他的 Optimus 有22个，这个来讲，智源机器人已经有几个了？有19个，而且19个你来看一个画面哦，它竟然可以拿针去穿过纽扣，这个不是说你手上有感知器就可以做到的一个事情，你要有一个协调能力、协同能力，你竟然可以拿出这么细小的针而不掉在地上。以我现在的年纪，你要我拿针，我已经拿不稳了，竟然还可以穿过纽扣，所以呢，它代表什么意思？它除了感应能力、一个加压的一个感觉之外呢，它还有识别的能力。另外来讲，你穿针不厉害，这个我觉得超神奇的。打麻将，我们以前小时候打麻将最喜欢什么？不要看，我就摸摸看，对，到底是1秒还是1花？它会自摸，它会自摸。他会摸出那个牌，对，他可以摸出那个牌，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像他这样子几 mini 的一个刻度来讲的话，他也可以感测得出来了。对，所以现在来说的话，你要达到人类的自由度，我觉得是慢慢的是有机会。而这么简单，这么困难的事情，竟然就拿着旧的晶片，然后再上 Intel 的一个系统，竟然把它做出来。他还会割东西，对，还会割东西，因为呢，它其实它种的东西，我们刚才讲的，包括打麻将来摸牌，
跟这个拆这个包裹，因为现在来自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就是到处都会在买东西嘛。那你这个东西来讲，既然有办法可以做出这种东西来说啊，其实对于对岸来讲的话，机器人可能是他们绕过美国的另外一个方式。难怪刚刚讲说现在 OpenAI 讲说，这美国的战略蓝图，美国战略蓝图最重要是中国，一定要打败中国，要全面封锁。对，如果你不把它打败的话，你看它连旧的晶片，它都可以把它 tune 成这么好的一个方式，然后这个东西如果持续发展下去的话，我觉得对美国来讲的话，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害怕。好，慧珍，刚才讲在现在全世界阶段，我要把中国当敌人，因为刚讲它实在非常可怕。它现在 C919的机队真的已经出来了，C919的机队出来以后，搞了半天，它是完全模仿 Airbus，而且你所有的东西被中国摸去了以后，它真的是把你偷走了。是事实上呢，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哦？主要就是有法国一个纪录片哦，一个73分钟的纪录片，完整去揭露原来过去这10-20年，中国透过学生，透过他们的研究人员，透过他们的一个技术人员，到法国的企业跟学界各个方方面面来进行技术的一个窃取，而这样的进行已经长达了20年，所以人家想到说，哇，这纪录片之后出来之后，每个人都惊呆了，你知道吗？我们看一个比较图示，这个是中国的 C919，这个是空巴 A350，你会发现两个几乎是一模一样。是，而且后来他们才发现说，哎呦，原来之前中国曾经购入了2辆空巴结果从头到尾只有1辆在飞，另外1辆完全没有任何的飞行记录。现在答案揭晓，什么答案揭晓？原来你把另外那1辆全部拆了，你可能去复制它的零组件，所以现在才让人家发现说，哇，我买2架空巴，我1架完全没分，就把它全部拆开。来了解里面的组合，而且我要完全的复制它的零件。而且你知道吗？事实上我们都知道，飞机最难尤其以那个 C919来讲，它最难去窃取相关的资料是什么？就是它的引擎。就没有想到那个引擎这个部分，其实法国空巴他们是由一个叫做赛丰公司的，竟然透过骇客的方式去骇入赛丰公司，然后去窃取他们相关的资料。那到底没有窃取成这个部分，这个纪录片没有讲清楚。不过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后来才发现说，原来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中国大量去招聘从那个空巴啦，或者是说他们法国空军退役下来的飞行员，答案揭晓，原来你就是透过他们相关的技术，透过他们飞行技术去了解说，我们的 C919有没有应该要再增进的部分，有没有哪个部分把你们所有相关的飞行的 SOP 全部帮我们建制起来。后来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后来就是说，从2024年开始，法国才开始公告所有空军以及就是空巴的相关的退役的飞行人员，你如果要去中国去从事相关的工作的话，你必须要跟政府相关的登记，所以他们才发现说，原来这些相关的情况都被中国一一窃取走了。难怪他的纪录片的名字是法国中国的秘密战争，也难怪他的 C919的外形和所有的状况跟空巴A350这么像。还有更重要的是，他们之前没想到，我们知道的美国发展 GPS， 那的俄罗斯有发展，结果中国的北斗横空出世，对，横空出世搞了半天。它也是完全抄伽利略的，而且它不但是抄了伽利略，它完全 cover 了伽利略所有的重要战略位置。是我跟你讲这个纪录片导演他就说，这个其实中国到法国窃取相关的一些高科技跟技术是慢慢渗透，而且长达20年。为什么长达20年？就是你刚刚提到伽利略这个计划，这伽利略计划中国是在2003年的时候去参与的。后来呢，当时负责这个计划的一个法国的一个科学家叫奥斯特林克，他接受这个纪录片导演的采访的时候，他说，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中国一直有一个工程师，其实他很奇怪，他不断的去 copy 非常多的文件。我在当时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奇怪，结果后来曝光之后才发现，原来他当时去 copy 这些文件，都是为了要给他们中国自己的北斗的这个导航系统所使用的。而到没有想到最后，竟然是这个北斗的导航系统还比我们伽利略的这相关的还要来早完成，所以他们才发现说，完了，我们这个相关的东西都被他们给窃取走了。所以后来他们这个整个纪录片出来之后，法国现在才真正讲说真的中国间谍从产业、高科技各个领域，甚至到军事还有政治层面都已经渗透已久。好，那另外就是现在日经中网写了一个三星的存亡，搞了半天，三星为什么今天落到这个地步？原来
它的国家核心技术也都外流到了中国。是这从刚刚提到的法国到现在最新受害最深的国家是哪里？就是南韩。为什么是南韩呢？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三星还有他们的 SK 海力士都是中国技术窃取的最重要的对象。而且呢，从2018年到2023这5年时间，他们有统计出来，他们的相关的技术窃取竟然高达96起，其中在半导体领域就有38起。然后呢，其中有一个最高阶，目前为止发现一个非常重要，这个人是谁？原来他曾经是在1984年的时候就已经进三星工作了16年，后来又2001年转去 SK， 最高当那个海力士这个部分的副社长，就这么大咖的一个人，竟然被那个中国挖去做什么？他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讲，你要帮我们从事这个半导体，尤其是复制三星计划。这复制三星计划，甚至有台方的一个企业家，他们说他要出资8000亿日元去协助，如果你中国真的有办法去把这个技术相关的复制的话，这个相关的经费全部由我这边来出。然后呢，后来这个人刚提到这个叫做崔真士的这个人，他就负责这个计划。他后来就被人家发现说，不是只有他而已，总共有7名前三星的员工，他们真的是 copy 这些相关所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就到中国去，然后去复制这个计划。后来怎么被发现的？就是在大概2022年的左右，这个人回到了那个南韩，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就被他们南韩的这个情报局逮捕，因为认为说，哇，你们这几个人全部在窃取我们三星非常重要的计划，企图要协助中国在半导体领域，尤其是协助中芯这个部分来超越韩国。好，后者当然讲说，我们现在发展这个 AI， 我们现在也非常骄傲的是，原来在这个 AI 的供应链里面，我们有一站式的处理，而且现在我们在 AI 的硬体里面，我们的外销居然比中国多了1倍以上。而现在台湾有一个问题就是电力，今天不是蓝白他们现在去是属于说3种预算吗？我一口气我台电1000亿的补助不要了，那整个电价会增加了。那之前那个台积电就已经抱怨的，现在电价已经很贵了。那电价不是更贵吗？而且不是电价贵哦，现在大家去看台湾的整个发电来讲，很多主要的都是石化能源，因为我们今年就完成非核家园了嘛，那剩下的当然不是绿电就是火电了。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像我们中火，对不对？全世界第4大火力发电厂，但是我们排碳是全世界第1。你再说一遍。我们的台中火力发电厂，台湾才这么小，我们的台中火力发电厂在全世界排名第4。对，然后呢，我们的所谓的碳排放量是全世界第1，就是它排名的发电量是第4，然后它排放量是第1，就表示我们的状况不好嘛。所以为什么台中人一直跟你讲说，你要把那个燃煤技术拆掉，然后台电就一直不肯嘛，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你的状况，你就是排碳很严重。对。那然后现在状况就是，我们过去这几年电价一直没有涨。其实都靠政府拨补，一方面是台电拨补，台电亏损，然后让电价不要涨，然后呢，中油也亏损，中油因为它要卖天然气给台电，而且还要卖给一般民营电厂，因为台电可能可以说我可以承受，一般民营电厂不跟你玩这套，所以中油那边也亏损，中油这几年天然气价格也要给我压低，对，天然气价格也压低，那它现在的状况就是连续拨。103年最佳预算，还有104年，113年最佳预算跟114年，它各要补助台电1000亿，就是总共是2000亿。那在野党就说啊，你现在非核家园造成的错误，为什么要全民承担？对，再一个就是说，你现在这种你补贴电价，就是穷人补贴富人嘛。我加30坪，你加300坪，谁用的电多？当然你用的电多，结果我跟你我去补贴你的电价。这就没有道理嘛？那加上你现在朝野的关系不好，所以现在状况，在野党就说我就是要砍。那台电现在跟你讲说，你砍我就要涨啊。对。可是问题是你现在的状况，你不涨是不正常嘛？对不对？过去这几年你一直在讲全世界都涨啊，你现在不涨是因为康全民之凯拿大家的预算去补贴你台电，所以你可以不涨嘛？那现在民党讲说，我这样子是稳定物价呀。你稳定物价，问题是我就讲说你是穷人补贴富人嘛。台积电他讲说他已经涨很多了，问题实际上来讲，我们如果正常反应的话，以你这种燃气跟绿电价格，你可能应该要更贵嘛，对不对？台积电，所以你是说重点在于台湾的发电成本太高了，你不考虑怎么节能嘛？你现在状况是扛他人之慨，然后拿子孙的钱嘛。前几年蔡英文是因为他的状况
财务状况非常的好，然后加上他有国会多数，所以他怎么补贴都不会出问题。你赖清德现在没有，你就出问题了。